有这样一部神剧，它是很多80、90后的童年回忆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天守着凤凰卫视看这部侦探剧，从此就对推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古田任三郎他是很多推理迷的启蒙神剧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3季第1集相声演员杀人事件。摄像机前，一名帅气的男子正在练习着单口相声。明天有一场他的重要表演。男人名叫雅乐，是一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落语家。练习结束后，雅乐来到小酒馆，找到自己的师兄苦乐，想请他帮个忙。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，雅乐有一节师傅的古典课，他想让师兄代替他去一下，因为明天下午雅乐有一场重要演出，他想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准备。雅乐表示，师傅的眼神已经不怎么好使了，加上他的房间又昏暗，师兄只要稍微打扮一下，然后别说话，就可以轻松蒙混过关。说完，苦乐思考了一会儿后，无奈地答应了下来。雅乐为了感谢他，将他带到一个高级酒馆，还给他叫了一个妹子。酒馆里，苦乐一直在抽烟，他将打火机放在了桌子边。雅乐看着打火机，心里盘算着自己精心设计的完美杀人计划。随后，雅乐将自己的妹子推到师兄旁，趁没人注意，偷偷拿走了桌子上的打火机。然而，他的杀人计划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又为何要对师兄下手？原来，苦乐早就入了这一行，可因为他不擅长表演，所以一直没什么知名度。比他晚入门的师弟们，个个都火出圈了，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原地踏步。好在他创作天赋极高，师傅也就没有将他扫地出门。最近，苦乐又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，雅乐想要拿过来表演，可是苦乐怎么都不同意。他声称这些好作品他想留着以后自己表演。说完，旁边的妹子对他写的作品非常的感兴趣。无奈之下，苦乐从包里拿出了一本笔记，看起来很新。苦乐表示，之前用来写作品的那个本子不小心给弄丢了，还好拥有备份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酒局结束，雅乐回到家里，也拿出了一本笔记。原来，苦乐丢失的那本原稿就是被雅乐给偷走的。影片开头，雅乐对着摄像机练习的那个作品，也正是苦乐创作出来的段子。转眼间到了第2天，时间刚好11点，苦乐摘掉眼镜，穿上雅乐的衣服，来到师傅的房间代替雅乐上课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雅乐偷偷来到剧院负责人的办公室里，拿走了放在抽屉里的会议记录。临走前，他将苦乐的打火机扔在地上，然后还故意搬动保险箱触发警铃。他这么做到底是要干嘛呢？随后，画面一转，来到了下午，雅乐的演出正式开始。他此次表演的内容正是苦乐写出来的最新作品。演出结束后，苦乐来到后台找到雅乐，让他停止表演自己的作品并认错，否则的话就要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，让他遭到众人的唾骂。听完此话，雅乐决定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。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杀人案。雅乐偷偷跟着师兄来到他家，刚进屋就威胁他，要么让出作品，要么就交出自己的小命。师兄不相信他会动手杀人，于是放出狠话，有种就试试看，没种就赶紧滚出去。说完，雅乐表示，如果现在师兄死了，那么一定会被人当成是自杀，因为今年的晚会节目表演名单上依旧没有师兄苦乐的名字。原来今天上午，雅乐去办公室偷的那本会议记录，上面就有今年的节目表演名单。雅乐将师兄的打火机留在了办公室里，将这一切伪装成是他去偷的。看到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师兄受不了打击，于是寻死。这就是你自杀的原因。说完，苦乐根本就不信他会杀死自己，大骂了几声后便转身整理起了东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雅乐从兜里掏出刀来，直接走到师兄的身后，然后一刀割破了他的喉咙。就这样，师兄倒在地上，用最后一口气将一条小鱼干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。随后，雅乐开始处理案发现场，他把刀放在苦乐的手里，然后将偷来的会议记录放在桌上，最后他还带走了师兄的手机。紧接着，到了下午5点，雅乐戴上眼镜，伪装成苦乐去参加一个老年人慰问演出活动。随后到了晚上，苦乐的尸体被隔壁邻居发现，经调查得知，死者是一名相声演员，死因是颈部动脉被割断导致的失血过多而亡。经权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，但是案发现场有一点非常的奇怪，那就是死者的手里紧紧握着一条小鱼干，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随后画面一转，众人在酒店里给雅乐办庆功宴，古田找到雅乐，将苦乐的死讯告诉了他。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雅乐没有多问什么，直接表示今天下午6点半的时候，苦乐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声称没有入选年会节目名单，很是难过。说完，雅乐还拿出手机找到了通话记录。随后古田问起雅乐，在你们这一行里，小鱼干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呢？雅乐回应说没有，随后转身离开了这里。此时古田也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们听说熟人遇害了，第一句都会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然而雅乐却没有问，难道说他事先就知道苦乐是什么时候死的吗？转眼间到了第2天早上，古田再次找到雅乐，询问他案发当时正在干嘛。雅乐回应说，7点钟的时候到达酒店参加聚会，
随后便一直和师傅师兄们在酒桌上喝酒聊天，他们可以作证。说完，古田表示，昨天下午5点，苦乐去参加了一个老年人慰问演出活动，活动结束的时间是6点半。然而，从苦乐家到酒店坐车都要1个多小时。如果雅乐是犯人的话，那么他就不可能7点钟到达酒店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可疑的地方，那就是死者家门口的报刊箱里有一份没有拆封过的报纸。古田问过送报纸的人，他们表示报纸是昨天下午5点钟送到的。苦乐活动结束的时间是6点半，那么他回到家应该会将报纸拿进屋里才对。可是那份报纸现在都还在报刊箱里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苦乐在5点之前就已经死了，去参加老年人慰问活动演出的，或许就是凶手本人。凶手假扮成苦乐的样子去表演，目的就是为了迷惑调查方向。说完，雅乐表示这根本不可能。如果你还是怀疑我，那么去养老院调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吗？原来古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去过了，结果老人们看完苦乐的照片后，纷纷确定就是本人。随后两人交谈结束，雅乐正准备离开，突然西园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昨天下午那场老年人慰问演出，有人在现场录了音，现在只要播放录音，就能确定在现场表演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苦乐。原本以为案件就此结束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打开录音机一播放，结果里面传出来的全是老人们的笑声，表演者的声音根本就听不到。没办法，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。验尸结果一出，古田再次找到雅乐。据警方调查得知，苦乐的死亡时间是在案发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。看来去养老院的果然就是凶手。正说着，金泉突然拿起了雅乐的扇子道具。雅乐声称这把扇子是他父亲传下来的老物件，非常具有纪念意义，别玩坏了。说完便将扇子收了回来。接着古田继续说起了案件。案发当天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，剧院发生了一起盗窃案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苦乐去偷的会议记录。可是有一点非常的奇怪，那就是放会议记录的桌子上也有一个保险箱，为什么那个箱子没有被动过呢？按理来说，这个箱子最显眼，应该第一时间被盯上然后被动过才对。可是这个箱子上的灰尘都还在，它根本就没有被动过的痕迹。盗窃者为什么要跑到另一边动那个箱子呢？古田认为去偷会议记录的人不是苦乐，因为偷东西的人好像是故意搬动保险箱来触发警铃的，他应该是想让人们知道东西被偷的时间。古田询问雅乐，东西被偷的这个时间段你在干嘛？雅乐表示他在师傅的房间里听课，不信的话可以跟随我去问一下师傅便知。随后古田来到了雅乐师傅的房间，师傅名叫有乐。经过询问，有乐表示如果这真的是一起杀人案的话，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雅乐，因为他的嫌疑最大。苦乐擅长写作品，但不擅长表演，而雅乐呢刚好相反，擅长于表演，作品却写得乱七八糟的。虽然他有嫌疑，但是案发当天的11点，雅乐的确在这里听课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说完，有乐拿起一块点心来吃，不料连着包装纸一起吃了进去。看来这老爷子眼神不太好啊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剧院里雅乐正在表演，现场座无虚席，观众们也笑得直接合不拢嘴。雅乐在舞台上比划着扇子，非常卖力地表演着吃拉面的戏。古田看着这一幕，似乎有了新的头绪。随后古田自白开始，凶手就是雅乐。如果推理没有出错的话，那么死者手里的鱼竿是一个重要线索，能证明谁是凶手的关键性证据，现在也在凶手的手里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古田将师傅有乐和雅乐一起叫了过来，随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推理。首先，案发当天去养老院表演的人不是苦乐，除了死亡时间能证明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点，那就是录音带。说完，古田拿出录音机，按下了播放键，里面传出来的全是老人们的笑声。古田表示，这些笑声就是证据。据调查得知，苦乐生前的每一次表演，台下都是鸦雀无声，然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让观众们笑成这样。所以说，当时在台上表演的人根本就不是苦乐，而是雅乐。雅乐伪装成苦乐的样子去养老院表演，结束后，他从养老院打车到酒店，半个小时赶到。演出结束的时间是6点半，你7点钟到达酒店参加聚会，时间刚刚好。接着，古田继续说道，杀死苦乐的人和去偷会议记录的人也是雅乐。刚说完，雅乐就反驳说自己有不在场证明，师傅可以作证。古田不做解释，走到师傅面前蹲下，指了指鼻梁说，看来你经常戴眼镜，眼神有些不好啊。师傅表示，的确，现在他的眼睛有些模糊了，可是为什么不戴眼镜呢？师傅的解释是他的眼镜和衣服很不搭，所以就一直没戴。古田说，白天的时候看你吃包装纸就猜到了你眼神不是很好，其实那天来上课的人是苦乐，他被雅乐哄骗掉入了圈套里。苦乐在上课时，雅乐偷偷去拿了会议记录，然后将这一切陷害给苦乐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听完古田所说的这些，师傅表示，这剧情有点熟悉啊，这不是干货箱里面的剧情吗？古田说，正是干货箱，苦乐死前手里紧紧握着的那条小鱼竿，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件事。
古典作品《干货箱》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富家少爷想瞒着父亲出去玩，于是让别人来假扮他在房间里读书的事情。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性证据，那就是你的扇子。扇子作为道具，在演员的手里可以变换为任何物品，放在嘴里可以是烟，拿在手里可以是笔，打开是信件，端起来是酒杯，合起来这样就是一双筷子。然而今天的演出，你在表演吃拉面的时候，扇子被当成是筷子时，你的拿法根本就不对。打开扇子来代替筷子这种表演方式，在你们这一行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。你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，这种错误应该不会犯才对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古田让雅乐拿出他的扇子来，随后打开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然而下一秒，等古田将扇子合上之后，侧面出现了一个带有血迹的指纹。古田表示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血指纹就是死者苦乐的。现在只要等鉴定科来调查清楚这个指纹和血迹，便可以锁定凶手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最终雅乐承认了这一切，他表示那个血指纹是苦乐用沾血的手碰到的。而这把扇子呢？之所以雅乐舍不得将它处理掉，是因为这把扇子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唯一信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